近期，美方宣布在原有对华301条款关税基础上，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关键矿产等涉及约18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进一步加征关税。美国财长耶伦也再度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当地时间5月22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按照总统拜登的指示，该办公室决定维持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征收的301条款关税。 同时，对中国目标战略产品大幅提高关税，其中电动汽车及其电池、半导体、钢铁铝产品等一系列产品的进口关税新规将于今年8月1号生效。其中，针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税率将提高3倍至100%。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称，上述关税新规针对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产品，或是美国最近进行了大量投资的行业产品。观察指出。 美方主要想打压的是中国的新能源产业，但实际上，美国并非中国新能源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以电动汽车为例，美方对此设下多重限制。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在中国工厂生产的产品，竟然也无法出口至美国。首次影响，2023年中国对美出口电动汽车的数量仅1万多辆，占国内乘用车出口量0.3%。今年1季度更降至约2000辆。观察指出。 在相关交易额十分小的情况下，美国将中国电动车关税从25%提高至100%，实际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必须警惕其政治意涵以及外溢效应。实际上，中美外贸额仍十分庞大。按照美方统计，去年该国从中国进口4270亿美元的商品，对华出口1480亿美元。 美国当前国内它是有一种对中国比较负面的情绪，那么拜登这样做的话，他是为了迎合这部分选民的情绪啊，试图去争取更多的选票。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其实从那个特朗普政府以来啊，这个美国国内它是有非常强的一种经济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在。那美国优先的政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所以拜登呢也是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措施来展示他想这个保护美国制造业，来保护美国工人利益的他的一种决心。 此前有经济学家测算显示，美国征税的额外关税大部分是由美国的消费者或者企业买单。美国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戴维·所罗门日前在波士顿学院举行的一场活动上提醒，美国需要应对更加严峻的通胀。美联储今年不会降息。他认为，美国的通胀仍在不断的累积，所有的东西都更贵了，这会抑制消费，进一步加剧经济放缓的风险。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该国第一季度 GDP 增长率为1.6%，显著低于市场预计的2.5%。多家机构认为，这显示美国经济软着陆的难度增大。而同期，中国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明显，增加了防御美方关税战的底气。今年1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0.1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 增速也创下6个季度以来的新高，多家国际组织纷纷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对华广泛的加征关税，其实并不能够从经济上服务于对华战略竞争的目标，它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一种象征意义。特别是我们知道，美国当前的这个通胀降低通胀的目标，其实是有一定的挫折，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会对美国自身产生一定的反噬的效果。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正大力拉拢欧洲盟友加入对华关税战。 美国财长耶伦5月21号访问德国法兰克福时，再度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话题，宣称盟友应该和美国一起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制造业实力。但欧洲方面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欧洲汽车产业在中国有庞大的市场利益。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耶伦表示，欧盟不会加入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行列。 欧盟方面将会采取与华盛顿一揽子关税不同的做法。最反对对华加征关税的是德国。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德国总理舒尔茨上周对媒体表示：“我们不应该忘记，欧洲制造商还有一些美国制造商在中国市场取得了成功，也向中国销售了大量在欧洲生产的汽车。”分析认为，这显示德国意识到，既然德国制造的汽车销往中国不被视为产能过剩。 那同样的道理，美方炒作的中国新能源车产能过剩虚假叙事无法自圆其说。事实上，各国都有各自的优势产业，奠定了国际贸易的基础。不仅是德国，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也表示，
我们不想瓦解全球贸易，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欧盟的话，其实它一直以来的，它是比较强调自身的一个战略自主，它并不是完全去追随美国的政策。冯德莱恩这样的一个表态，其实是表明了欧盟在对华政策上面，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上面，它是希望有自己的一个考虑和策略。除此之外，我们知道欧盟有很多的成员国，所以它的这个其实和美国是不一样的，它要平衡成员国之间的不同的利益。那么各个成员国它的这个经济结构啊，还包括对华贸易的这个依赖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欧盟如果它要形成一个统一的对华关税政策的话，我觉得它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但值得注意的是，7国集团领导人将于6月在意大利举行的峰会上进一步讨论如何保护本国产业免受中国竞争。实际上，欧盟方面近来贸易保护主义也有所抬头，但另一方面，法国等国也与中方达成了一些谅解。本月，中国就暂缓了对法国干邑的反倾销调查，受到法国企业和舆论的欢迎。实际上，中国反制贸易保护的工具不少。近期有报道称，中国正考虑对大排量或2.5升以上进口汽车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美国家对中国汽车出口的限制。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了回应。何亚东表示，中国坚定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始终鼓励和支持各行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包括汽车行业在内的各领域专家也在就此开展研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建言献策。我想强调的是，当前个别国家和地区背离绿色发展理念，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世贸组织规则，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出台了一些限制措施。我们认为这些措施只会损害本国消费者利益，影响全球绿色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